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今年的 S24 Ultra 其实在规格之外有许多实测上的惊喜。我觉得这2年的手机都有这样的特性，也就是账面规格越来越难反映出手机的实际体验尤其 One UI 6.1又有超多系统上的小细节，所以我也帮大家整理好10大必看重点，包括规格上的亮点、体验上的优缺点，还有大家最关心的5倍长焦实际表现到底如何。我们也直接把 S20 Ultra、S21 Ultra、S22 Ultra、S23 Ultra、S24 Ultra 全部准备好，再搭配上最新的 Pixel 8 Pro、iPhone 15 Pro 全面来对比毕竟真的有用过长焦的朋友都知道，容不容易对焦，拍动态画面的稳定度好不好，稳定功能有没有做好，这些才是关键差异。本集会来聊聊三星究竟能不能继续称霸望远之王呢？最后效能、续航、快充、萤幕色域色准，以及这次超级猛的萤幕亮度，不夸张，真的很猛。这期节目我们就全面带大家来看首款搭载 Galaxy AI 的三星2024旗舰手机 Galaxy S24 Ultra 实际表现究竟如何？大家坐稳，那我们就开始喽。外观我们只讲重点，想要看更多细节，可以看我们上一支的上手影片。S24 Ultra 在外观上有3大重点。第一 ，S24 Ultra 再次首发了康宁最新一代的大猩猩玻璃，叫做康宁大猩猩 Armor。根据官方数据，这块屏幕相较起竞品有着4倍的抗刮能力，并且这块玻璃是三星和康宁深度合作研发的，目前尚未有消息之后会释出，还是有三星独占。第2个重点就是大猩猩 Armor 这次强化了抗反射效果，这个真的很棒，而且非常实用。我这几天都是裸机使用嘛，所以这边直接放个对比，在面对天花板这种 LED 的时候，就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反射，看网页回讯息的时候都已经降到了不影响的范围。用白话文来说的话，就是就算反到光了，不用刻意避开角度也可以回讯息。然后在室外也超级实用的。不过大家要注意哦，台湾用户的习惯就是到手一定要贴保护贴。没错，你猜到了，这个抗反射效果也会瞬间消失，所以大家自己衡量吧。最后一个重点，这是三星采用了钛合金中框，整体的机身强度更高，并且正面变成了平面萤幕。看实摔测试，这代耐摔非常多，并且平面萤幕的一大好处就是保护贴变得非常容易贴，因为平面可以支援超声波主人辨识的保护贴已经非常成熟了，只要选择薄款支援主人辨识的保护贴就完全 OK。而在周边选择上，依照惯例，今年我们依旧抢先拿到了 Casetify 的 S24 全系列周边。我自己最关心的就是保护贴 ，Casetify 这是针对了 S24 Ultra 制作了强悍 HD 萤幕保护贴的专属模具，安装非常简单，就要把手机擦干净，灰尘粘干净，接着把模具盖上手机，下拉除尘膜，最后从中间用力摸一下，玻璃就会自动服贴，这样就安装完成啦。最重要的是要来测试指纹能不能用。速度 OK， 完全没问题。怕指纹不能用的朋友 ，Casetify 这款实测 OK。而在保护壳上，主要有3大系列：透明、镜面以及强悍防摔立架手机壳。这3款在官网上都已经有上千款印花可以选择，你也可以客制化啦。对了，透明这款材料是透明硬壳，有抗黄设计。最后是强悍防摔立架手机壳，提供3倍军规防摔。简单说，镜头环就已经整合了支架，把这个支架打开就可以直接立着看影片。但要注意哦，超广角之下，这个立架会稍微入镜，需要打开来再拍。但其他镜头或是录影就没差了，不用翻开也能拍。最后你看到影片的现在 ，Casetify 官网已经有最新 Galaxy S24 系列的保护壳和电子配件，透过资讯栏连接，新品一次看。此外 ，S24 Ultra 同样采用了线性马达，在震动回馈上清脆利落，不过预设的震动依旧比较小，可以在系统中稍微调大。S24 Ultra 今年同样内建了 S Pen， 并且这个味道非常特别今年的 S Pen 味道好像不太一样。我拿 S23 Ultra 对比一下，我比较喜欢 S24 Ultra 的味道。我在想，前一阵子 V 色才出来，叫大家不要再闻 Steam Deck 出风口了，等一下三星也要出来说了。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大家最感兴趣的主题 Galaxy AI。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帮大家统整有哪些功能比较实用，然后需不需要联网，甚至出了一些考题给 AI 来作答等等细节。虽然三星这个 AI 还是相对保守，但可以看到 Galaxy AI 这次是完全认真的，一亮相就直接带来10几款以上的实际 AI 应用。
我也相信这个数量应该会持续高速攀升。尤其我非常期待 Foldable 这种很吃软体优势的产品，三星是否也有对应的 AI 玩法？还真的有点好玩啊。而在隐私权方面，根据三星的说明，就算是联网运算的功能，三星也不会透过你提供给 AI 的数据去训练 AI。我们也在系统中发现有一个离线运算的选项，开启后就只会留下离线 AI 运算的功能。此外，关于官网上有提到 Galaxy AI 功能于2025年底前免费提供，这题有外媒询问三星，得到的答案是三星现阶段没有2025年之后的计划。所以许多外媒也解读成比较像是三星保证至少免费到2025年底，而非只会到2025。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合理的。你们看 GPT、Bard 就知道，任何 AI 服务都会历经快速成长甚至被拿来部分商用的一天。如果没有设下一个限制，永久免费其实蛮可怕的我个人觉得比较像是保温啦。好，聊完观察。那我们就来讲第一个 AI 功能，叫做搜寻圈。这个服务是与 Google 合作提供的所以想当然一定是需要连接网络。然后我相信未来应该也会延伸到更多的 Android 手机上面。简单来说，只要按住底部导览列，系统就会启动这个魔幻的界面。接着你只要在画面上圈你想要知道的东西 ，AI 就会帮你找出来。例如你一定很常滑 IG 或是看影片，然后突然出现一个你有兴趣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的东西，没关系，直接启动搜寻圈。系统就会把所有的画面停格，然后把它圈起来 ，AI 就会自动搜寻，并且不止图片可以哦。如果影片上有一个你不知道的专有名词，也可以圈起来 ，AI 就会自动辨识成文字，然后搜寻。基本上就是更方便、更强的 Google 智慧镜头 AI 版这个是真的蛮好用的。我觉得这几天用起来有人生少了很多问题的感觉，因为看到什么感兴趣的，随时圈一下就对了。用一句话总结，搜寻圈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搜寻更容易，降低门槛之后，大家有事没事就可以圈，可以更快速的解答小疑惑，大家可以慢慢习惯，就会好用啦。第二个要带大家看的是三星键盘的一堆 AI， 这个也要联网。三星把超多 AI 整合在键盘上，这个 idea 蛮好的，因为只要可以打字的地方，按下 Galaxy AI 的按钮 ，AI 就可以随时辅助。但好不好用呢？我们这边就直接来考考 AI。第一关叫做拼法和文法修正。我写了一小段给圣诞老公公的文字，可以看到有2个标点符号故意标错，这里超坏，我藏了很多错字在里面，像是我故意写2个的，变成把便当的青菜吃完，然后扶老太太过马路，这个路故意写错。接着这个超级细节，我想讲的是我做了不少善事，但是我故意写成我做了不多善事。这个真的超级细，那接着就来看 Galaxy AI 能不能成功了。来看结果，嗨，圣诞老公公马上发现这个分号没成功。接着看，嗨，你好啊，我是小毛驴，我是乖巧的孩子，这个有强咯，我今年可是做了不少善事。不多改成了不少了，像是把便当，这个也有，把2个的修正成1个，青菜吃完，还有扶老太太过马路，这个路也有它有修正成功。所以同整来看，只有标点符号失手了。还有一个功能叫做智慧写手，简单来说就是帮你把文章润饰的意思，像是有标准、专业、口语、表情符号等等选项。例如标准是圣诞老公公，专业变成圣诞老人，口语变成 Hello 圣诞老公公，表情符号就更活泼了，变成嗨圣诞老公公，然后出现几个相关的符号。但是专业这个 AI 居然把孩子变成行为良好的员工看来 AI 也知道要给小朋友美好的童年，长大再专业。接着我们就来看 Samsung Notes 的 AI， 这个 AI 功能就多了，生成的部分还是需要联网，但因为翻译可以下载嘛，就无需联网了。先讲第一个，叫做自动格式，也就是像画面上现在有一大串的文字 ，AI 就会自动帮你分段，加上小章节等等。另外一个则是会议笔记，例如这个愿望清单，第1段在写自我介绍，第2段主题是房屋，第3段是食物，这就像大家开会的会议记录。但是这一段在讲要买新的相机，第2段讨论财报等等，比较适合混乱的记录，让 AI 自动帮你判断。接下来这个叫做摘要，也就是把已经写好的文章重点整理出来。例如同样是这则写给圣诞老公公的愿望清单，超级多字，但实际上只有几个重点。第1段写了自己做了什么好事，第2段就开始提愿望了，像是要一栋新一区的房子，麦当劳薯条，然后不会弄丢的蓝牙耳机。各位注意，蓝牙的牙是没有草字头，但这边的 AI 是在摘要，
原稿的蓝牙就写错了，所以 AI 不会修正。但你看，原本那么长的文章 ，AI 真的有把所有需求正确记下来。我觉得圣诞老公公真的需要这个功能，这样看愿望就快多了。然后还有校正和翻译这2个功能，这就比较单纯了，大家自己玩即可。接着还有一个实用的 AI 功能是录音转文字，这个是可以 local 运算的，不用联网。简单说，你可以把录好的音档交给 AI 辨识，然后它就会依照是谁在讲话，讲了什么，自动变成文字。像是会议记录或是上课录音很长，那这个功能就蛮好用的，直接看文字就好。而且你可以随时拖拉到你要的那一段，这个超方便。目前测起来中文的准确度就正常，但我发现 Galaxy AI 英文相关的准确度是真的有点料啊。接下来这个 AI 是三星浏览器专属，一打开三星浏览器就可以看到这个明显到不行的 Galaxy AI 按钮。其中一个我觉得比较实用的是摘要的功能，例如你在看维基百科，只要按下摘要功能 ，AI 就会把网页上所有的重点整理出来。或是你到影评网站，想要看看最新入围奥斯卡的电影简介，也可以透过 AI 产生摘要 ，AI 就会读取整个网页，生成一个标题以及条列式重点给你。甚至你可以根据需求，在右上方调整项目，选择详细，每一条的文字就会有更详细的叙述。然后你在这里就可以直接点击翻译 ，AI 就会把整理好的摘要翻译成中文，像是主管要你帮忙整理重点，这个功能就超级方便。然后这个真的超强，根本可以说是记者必备。你随便点一篇 PTT， 然后按下摘要，超扯 ！AI 居然自动帮你下标题啊！超派铁拳震惊全网，网友40岁的人了还在。等一下，我要先声明，这是 AI 讲的，不关我的事啊。但是你看这个标题，这是 AI 能下出来的标题吗？还真的是真人跟 AI 完全分不出来啊。然后下面 AI 还会自己搞懂来龙去脉，写出一些重点，这个真的有点厉害。对，大家别忘了，这是整合在手机里面的 AI 功能啊。对，厉害的标准还是三星内建就直接提供，无需再透过第三方这个标准去看。最后来聊聊相簿 AI， 这个功能也是超级多的。第一项是智慧相片编辑建立，这个是本地运算的，例如你有反光照片、阴影照片、肤色不对、窗景曝光不足等等等，反正 AI 看到你这张相片有瑕疵，就会自己出来指指点点啊，不是啦，应该说给点建议，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让 AI 去帮你进行修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好玩，生成式相片编辑，这个就要联网了。例如这边有一张人像站在建筑前面的照片，你只要按下 Galaxy AI 的按钮，接着长按就可以移动任何物件。例如我可以把人变大、变小，往左、往右等等。那我分3个情境哦。第一个是往左，人稍微盖到原图；第二，往右盖到原图；最后整个往左把原图空下来。来看结果。感觉都还 OK， 尤其是这个完全往左的，虽然后面植物有点模糊，下面这个叶片有点不自然，但乍看之下，我觉得我不讲其实很难发现啦。这边也提供一组 S20 Ultra 对比 Adobe AI 还有 Pixel 8 Pro 的 AI 的照片让大家参考。三星这边还是糊糊的，但应该是 AI 判断人在前面，后面要虚化的关系，因为其实旁边的草丛的确都开始失焦了，但前面这边还没，算是小失误。但是脚的阴影就有很大的差异了，虽然你仔细看都不正常，但 Adobe 这张有点像是人飘在半空中，它并没有把脚的阴影带走。Pixel 这张的脚就完全运算失误了，长出了不知道是什么，人孔盖吗 ？S20 Ultra 反而是当中最自然的，也是唯一有把鞋底阴影抠出来的 AI， 这也是人类自己在修图一定会注意的细节。这组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吧。不过我想多聊一个，就是体验。这边以 Photoshop 来举例。Photoshop 其实无法跟三星一样，一键完成分离主体加填补背景的操作，就要先选取物体、复制物体，然后再选取物体轮廓、填补背景，要分成2次来操作。但生成完有多组结果可以选，生成结果也是3者中最自然的。但三星只需要长按就可以选取物体，以体验来说，三星按住还是最直觉的，就让 AI 自己判断。所以体验这分我会给三星，但我还是会希望跟其他2家一样。加上2、3张选1的功能，才不用每次都重新产生。另外有个好玩的事情，就是 Galaxy AI 运算过的照片左下角会有个 Galaxy AI 的 logo。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发现这个 logo 居然可以用魔术橡皮擦
可以擦掉。接下来这个也超好玩，而且真的实用，像是有时候照片拍的歪歪的，你想要把它拉直，以前只能透过裁切去拉直，现在不用 ，Galaxy AI 自动帮你填上。按下 AI 按钮后，直接旋转照片 ，AI 就会自动帮你填补没东西的区域。而且我发现你可以无限叠加，像是你先往左转一点，生成完成之后，再往右边转一点，生成，如此一来不断重复，整张照片就可以无限扩张，场景越来越大啦。另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如果你的手刚好在画面边缘 ，Galaxy AI 会更倾向把手藏起来。例如我们刚刚这组 model 的手就在照片边缘，生成之后 AI 就会自动用衣服把手挡起来，这个是真的有细节到哦。因为藏的方式很自然之外，它也不会去挑战 AI 很难生成手这个问题。你看同一组照片 ，Photoshop 的手明显非常不自然，再一组一样是手。Galaxy AI 把手变成拳头的状态，我这边也展示，如果 AI 硬要算手指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 Photoshop， 明显感觉哪里怪怪的，对吧？相簿的最后一个叫做生成式慢镜头，这也是可以离线使用的，也就是在相簿里面只要按住任何画面，系统就会自动放慢，并且透过 AI 自动把放慢的画面补帧上去，所以不会有卡顿或是不自然的状况发生。最后的最后，我们来玩 AI 电话相关的功能。这两个都不需要网络，都是依靠 local 的 AI 运作的。那现阶段只支援13种的主要语言，中文也在里面，但目前只有简体中文。台湾三星也说未来是有繁体的计划的。现阶段有两个，一个叫做文字通话，也就是例如你在开会，或是突然有人打电话给你，你不想讲电话，就可以用这个功能。尤其是应付推销电话很好用。当你打开 Galaxy AI 通话功能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通话处理这个选项。接着你可以选文字通话或是语音助理，先讲文字通话，也就是说对方讲的所有话都会自动转为文字呈现，而你回复的时候也只要打字就 OK， 并且在一开始 AI 也会自动告诉对方这是 AI 文字通话的警告。我现在正在使用语音助手替我说话，但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给整个社会一点点时间适应，习惯了之后应该会越来越多人使用。另一个就是即时通话翻译 ，AI 也会变身成专属翻译。当你跟国外朋友讲话的时候，国外朋友讲完 ，AI 就会自动翻译成中文。你过得好，我们想提醒您今天下午6点的预定。而你讲的中文也会自动翻译成外文，画面上也会直接呈现文字，这也是趋势型的功能。我觉得就像大家以前一定想过，翻译这么厉害，为什么不能直接跟外国人用语音翻译聊天呢？而这就是那个前瞻性的功能。当未来越来越多人都开始使用 AI 翻译通话，那跟外国朋友用 AI 翻译聊天的时代就会慢慢来临。好啦 ，AI 就先到这里。这个 AI 是真的好玩，但也测了好久，希望大家都有看到想了解的问题。接着，我们看到目前比较少人有测的萤幕表现。这次在 S24 Ultra 上的这块萤幕，依旧是三星自家的顶级瘦肌肉萤幕系列。S24 Ultra 采用了一块 2K QHD Plus 120Hz 的欧极线全萤幕，技术上采用了 Dynamic AMOLED 2X， 并且同样是 LTPO 萤幕，可以支援最低1Hz 到最高120Hz 的动态更新率。然后系统依旧最低只会显示24Hz， 但是经过我们实测，硬体的确是会在部分静止的画面中调整为1Hz， 达成省电。并且这代的萤幕有2个小亮点，第一个是这次在亮度调整选项当中，不只有自动亮度，三星也加入了最佳化色调的功能，也就是系统会透过相机自动根据环境色温调整显示的白平衡，这个根据需求开启即可。因为我看大部分用户对自动色温的回馈，还是习惯不要让系统调整。第二个就是三星也加入了互动式的 Always On Display， 你看现在 LED 之下，系统也可以显示全画面的桌布了。而当你点亮萤幕，整个桌布也会持续的被点亮。而当你用指纹解除锁定之后，进到桌面的桌布也会完全展开，所以直接从 LED 到桌面，整个一气呵成，非常舒服。三星终于跟上，而且这次三星调得很顺。另外 ，LED 这次还多了一个自动档位，也就是你可以选择永远开启，以及系统感应到手机被放在包包或是口袋 ，LED 就会自动关闭，拿出来又变成永远显示。这就是三星省电的小细节啊！好，先聊到这里。我们直接进到实测环节。首先来测萤幕亮度，三星官方宣称这块萤幕支援了最高2600尼特的峰值亮度，不过在邦尼的频道实测了才是最准的。我们直接实测 S24 Ultra 在全白萤幕亮度下可以轻松达到1570尼特，并且最猛的地方来了，
三星官方不是标峰值2600尼特吗？但熟悉三星的朋友就一定知道，三星在亮度标示上非常保守，也就是说，这绝对还有空间。经过我们实测，这款萤幕的峰值亮度可以一举飙到2942尼特，已经接近3000尼特啦，并且在 HDR 影像10%左右的显示面积下，也可以飙出2700尼特亮度。这块萤幕的亮度表现是真的顶到不行啊！不过看亮度还不够，还需要来看色域色准。在显色表现上，三星提供了鲜艳和自然两档选择。我这边全部的显示模式都测了，直接讲重点。三星的自然模式对应的就是 sRGB 色域，所以这时候的色域覆盖也会完全被限制在 sRGB 之下。经过我们实测，可以达到99.98%的 sRGB 色域覆盖，并且色准非常猛。这时候的Delta E只有0.25，这个数字小于2就是够准了，小于1非常顶，而0.25就是顶级中的顶级表现。在鲜艳模式之下，三星预设并不会盖满任何色域标准，应该是为了应对有些人觉得萤幕太鲜艳做出的调整。实测大约是85%的 DCI-P3，但是如果是透过 P3 的讯源触发 ，S24 Ultra 就可以达到100%的 DCI-P3 色域覆盖。不过 CCT 设定在讨好眼球和 D65 的中间值7000K 左右，Delta E 则落在 4.99， 明显是更加讨好眼球的调教取向。但是三星其实也把准的设定给你了。只要把下面这个白平衡选项拉到暖1，这时候就可以达到100%的 DCI-P3 覆盖以及 Delta E 0.72的顶级表现。对了，很多人在问 S24 Ultra PWM 到底是多少的问题。那基本上可以测出这种数据的仪器都不便宜，但就是这么凑巧，这种不便宜的仪器，嘿，我们刚好也有，所以就来帮大家测一下 PWM 啦。请大家多多订阅，帮你按一下订阅按钮支持了，订阅完全免费。但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上结果，经过我们实测 ，S24 Ultra 这块萤幕就是480Hz 的 PWM。看来三星还是不打算跟随高 PWM 的风潮啊。但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对 PWM 敏感的朋友，应该要去自己体验最准。因为就算是2000多赫兹的 PWM， 在敏感的朋友眼中，可能还是容易疲劳。而不敏感的朋友，其实过去200-300赫兹大家也没什么感觉，并且医学上也还没有太多关于 PWM 的研究，大多都只是感受到疲劳，所以现阶段自己体验还是最准啦。另外，关于会不会让眼睛更容易疲劳，其实还有很多的指标，像是三星前阵子就有分享，他们的 Vision Booster 里面有一套演算法，会针对高亮度和低亮度之下自动调整显示对比，让文字更容易阅读。另外，护眼模式里面也直接有一个加强舒适度的选项，开启后系统就会自动降低饱和度和对比，阅读起来会比较轻松。对了，这次还有一个小改变，就是用全萤幕手势的朋友，因为这次其中一个 AI 功能叫做搜寻圈码，就要按住这条白线启动，所以这次是无法隐藏全萤幕手势的哦。嗨，这里是未来1天后的驴子。现在透过 Good Luck Navstar 的 App 已经可以关了，只要开启这个额外选项，就可以直接在设定中关闭，并且按住底部，搜寻圈也能正常使用哦。另外，关于 S23 Ultra 当时有遇到的压痕问题，这代改成平面应该就比较还好了。我手上有3只 S24 Ultra， 全部都过关。最后，这代方正的平面设计是真的超级漂亮。对了，虽然说是平面萤幕，但实际上边缘还是有 2.5D， 所以保护贴多少都会做内缩一点。我们也买了4个不同工厂的开模，都有略略的贴边问题，也就是会非常接近显示边缘，但不到挡边，也不会让网页版的 PTT 的文字被遮住，所以 OK 啦。最后在音效上 ，S24 Ultra 依旧搭载双喇叭，同样支援 Dolby Atmos。片尾帮你也会提供一组与各家旗舰的对比，让大家参考。接着来看大家最期待的相机。相机的第一个问题就来直球对决最多人问的 ，IG 的相机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改？这次的 S24 Ultra 是首款跟 Instagram 官方深度最佳化内建相机 Super HDR 功能的第一代，直接可以让 IG 内建相机就使用到三星的 Super HDR 演算法。那我们也不废话，直接魔王关，用自拍镜头拍大逆光。先看以前的 S23 Ultra， 没意外相机爆掉了，但毕竟是自拍镜头，而 S24 Ultra 这边，好像有哦，但差最多的其实是细节。你看衣服上的细节 ，S23 Ultra 都糊掉了，熟悉的 IG 涂抹感，而24 Ultra 清晰非常多。虽然有些锐化痕迹，但至少不是以前的只有涂抹。
是真的肉眼可见的差异。我觉得应该会有 Android 用户为了 Super HDR 的 IG 去换 S24 Ultra， 这不只是三星自己独占，可以说是全球 Android 圈独占啊！我这边也提供一组跟 iPhone 15 Pro Max IG 相机的对比样张让大家参考。这次 S24 Ultra 真的不逊色。但录影呢？先对比 S23 Ultra，HDR 的效果的确更好。不过对比 iPhone 的话 ，IG 相机在录影的时候就无法全程 HDR。但看到细节的话，三星这边倾向于锐化，所以会有一种看起来更清晰的感觉。而 iPhone 15 Pro Max 则更倾向原始有噪点和低光下略微朦胧的画面，两者的调教取向差蛮多的。大家更喜欢哪一组的风格呢？另外还有一个是真的全球首发，就是这次的 S24 Ultra 是首款可以支援 Instagram HDR 相片显示的手机。可以看到你在上传了之后，有些相片会比较亮，这就是 Super HDR 的照片，在光影和动态范围上也更自然。看来 IG 的 HDR 时代也快来了。好啦，看回认真的相机测试。如果把手机的相机功能分成拍照和录影两大项目，各家旗舰的拍照技能在这2年都已经点得很满了，我真的不担心。所以在2024，我认为三星该认真做好的反而会是录影，尤其 HN3 拥有这么强的 ISP 和 NPU， 如果不好好的把演算法弄好，让它发挥，那真的是太可惜了。并且今年录影我们测下来还真的有点料，主要有2大看点，一个叫做 Super HDR， 第一个则是全新的夜间录影功能。先说 Super HDR。你们知道三星的录影表现是从哪一代开始有大幅跳跃的吗？比起我用说的，不如我拍给大家看。如你所见，我们找了一个非常严苛的场景，前景有人，而且非常暗；后景有窗户，而且非常亮。意思就是说，最糟的情况下，外面很暗，所以人的细节完全没有；背景很亮，结果曝光完全爆掉。所以这个场景我们是真的没在客气，要测就测最难的。首先看到 S20 Ultra。这是首款采用1亿画素主镜头的三星手机，可以看到，其实也才短短3年多的时间，24 Ultra 跟 S20 Ultra 就已经拉开非常大的差距。S20 Ultra 完全符合我刚才的描述，前景的人细节普普，定格看毛衣的差异就很明显，而后景的窗户呢，整个爆掉，并且红砖的涂抹和噪点都非常明显。但这就是从规格表上看不出来的地方。很多人在说这几年手机规格没什么进步，但事实上演算法正在快速进化，这也是规格表上看不出来的地方，一定要实测才会知道。像是左边这只是1.1/3寸的主镜头，右边这只也是1.1/3寸的主镜头，差异落在左边是2亿，右边是1亿，恰好高画素在低光下一点用处都没有。如果单看规格表的话，那还会以为2亿的 S24 Ultra 在夜拍录影下表现更差。但画面上这个差异谁比较好，应该就很明显了。接着我们看到 S21 Ultra， 从这代开始可以看到画面上的细节开始变好了。原因很简单，888虽然是一代火龙，但 ISP 可是一点都不差，这也让录影的运算效率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发挥。不过即使如此，当年的算力依旧有限，这种极端的场景下，后面的窗户无法还原回来。而随着搭载 HN1 的 S22 Ultra 推出，似乎开始有了转机。受益于 ISP 和 NPU 同时都起来了，可以看到窗户里面原本爆掉的亮部细节慢慢出来了。不过最后我们定格，毛衣上的细节和背后的高光依旧是 S24 Ultra 更优。对了，有些人看好不好，可能只是去看脸亮不亮，但事实上，在动态范围充足的情况下，细节都还在。脸亮不亮是拉一下的问题，而爆掉的画面是完全没救的。这也是为什么专业相机总是在追求我有几档的动态范围嘛。最后 ，S23 Ultra 就是用上 Super HDR 的第一代机器，可以看到 S24 Ultra 和 S23 Ultra 其实是非常相近的。不过 S24 Ultra 解决了一个小问题，就是过往 S23 Ultra 在夜间录影下会有人脸发白、略微爆掉的现象，而这个问题在 S24 Ultra 也被修正了，现在看起来整体自然许多。最后，我们再拉回来 S20 Ultra， 可以看到这3年多来的提升还是蛮大的。尤其S24 Ultra 的光学体质非常不错，旁边其实有一盏路灯，所以可以看到 S20 Ultra 有受到影响，画面上出现了一圈鬼影。而 S24 Ultra 这边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光学品质也是这几年持续进步，但规格表无法反映的地方。好，那我们看完了夜间录影，我更好奇的下一个问题是，长焦录影差多少？S20 Ultra 不只是第一代的1亿画素手机，也是第一代拥有100倍变焦的手机啊。我们就来实测一下10倍录影的表现究竟如何。看画面，
哇，这个差异也超明显。S20 Ultra 明显发白，这不是镜头没擦干净啊，而是当你演算法的限制。而且 OIS 这边也有乱跳一下，大家有看到吗？看细节的话 ，S24 Ultra 真的是好非常多。对了，当年的10倍是无法拍 4K 60的。接下来看 S21 Ultra， 这也是第一支拥有真正光学10倍变焦的三星手机，细节感觉好了一点，但 OIS 还是扛不住，震了一下。画面呢依旧发白，对比上不去。再看这段。其实发白这个问题到 S22 Ultra 都还无法解决，因为你会看到发白是因为光线减损的光学问题，而如果想要解决，在手机上最容易的方式就是透过演算法及时修正，但当年不是不做，而是 ISP 和 NPU 的效能都还不够啊，一直要到 S23 Ultra 的 Agent 2才能解决。你看右边这两只明显好多了。对了，这组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S23 Ultra 10倍长焦和 S24 Ultra 5倍长焦谁更好的样片。我觉得从细节上来看，真的差不多，但有一点是 S24 Ultra 略好的，就是在这种移动物体的追焦速度上 ，S24 Ultra 略优，并且24 Ultra 的防守阵也更好一点。而如果跟 iPhone 15 Pro Max 还有 Pixel 8 Pro 相比呢？论细节 ，iPhone 15 Pro Max 和 S24 Ultra 差不多。Pixel 8 Pro 反而相对普通，但15 Pro Max 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这个长焦遇到高光是压不太住的，在日拍的人脸就已经时不时会有曝掉的感觉，等一下夜景这个状况会更明显。而 S24 Ultra 和 Pixel 8 Pro 这都蛮正常的。所以说回来，录动态的话，因为没有 AI 算法加持了，只能依靠原始的光学表现。我这边也录了一段移动速度更快的荡秋千场景。目前测下来 ，S24 Ultra 动态录影的整体表现会略优于 S23 Ultra。我们接着来看这颗长焦在夜间录影的表现。随着 sensor 变大，在夜间录影这个项目上，会是 S24 Ultra 最有优势的一个项目，对比 iPhone Pixel 8 Pro 就非常明显。大家有看到刚才的画面吗？24 Ultra 这颗潜望光学品质是真的不错 ，Pixel 和 iPhone 明显都开始出现耀光了，24 Ultra 好像就没什么事情发生。对了，要说明这些测试机都没有贴镜头贴，就是原始的光学品质，大家不用担心这种小问题，我们一定会留意。我们定格放大来看细节，同样还是 S24 Ultra 拿下。我们再把难度拉高一点，来看一段光线超级复杂的影片。这个最难的地方就是暗暗的物体旁边还绑了一圈发亮的 LED， 非常考验的 HDR 演算法。而且我们还故意测了一个我个人觉得超级难的项目。你们看到了吗？再看一次，还没有吗？放大来看，这个龙宝宝下面有一盏 LED 会瞬间打亮，也就是说看板会在一瞬间超亮，然后又关掉，非常考验即时 HDR 是否跟得上。看结果，S24 Ultra 和 Pixel 8 Pro 都过关，没有被影响，而15 Pro Max 这边就直接爆掉了。这个我是真的有意外到。苹果的一般录影 HDR 是很强的，但这个长焦录影上会有侧光跳动的问题。你看，我们没有点它，随着我们移动，灯笼就会突然爆掉。接下来这段结果也相同，这颗长焦在低光下的确有这个问题，单箱全部都爆掉了。我们侧光对焦全部都是 Auto， 你看我还特别移回去，同样压不下来，不知道是不是怕合成失误，还是算力限制。又或者是 sensor 本身不允许，感觉这个长焦的高光抑制有点过于不积极。对了，我这边要补充一下，这边单纯讨论的是长焦录影的 HDR 演算法哦。接着这组我们来看10倍的低光录影，这组的结果如何，就交给大家一起评价。最后还是回来看，究竟我心目中的演唱会神机会由谁拿下呢？那就要分成拍照和录影来看了。拍照之下，先看光源充足的情境。iPhone 15 Pro Max、Pixel 8 Pro、24 Ultra 没有意外，还是三星拿下。长焦之王还是长焦之王。然后也来趣味竞赛一下 ，S20 Ultra、S22 Ultra 的表现如何呢？的确还有空间，无法成为演唱会之王。但23 Ultra 和24 Ultra 就有趣了。24看起来虽然更清晰，但算法的痕迹明显；而23虽然有点朦胧，但自然许多。你们会怎么选呢？这边也来一组100倍。
日拍长焦之下，我认为至少以目前的韧体版本来说 ，S24 最好的情况就是跟 S23 Ultra 有来有回，像是建筑的样张，24 Ultra 都算得蛮好的，超越15 Pro Max 和 Pixel 8 Pro 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但 S23 Ultra 有些地方略好，但你要说超越，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目前版本几乎没有。但据传三星最近会再发一个长焦的新韧体，就看到时候有没有差了。这边也再看一组。23 Ultra 为什么是长焦之王，不是叫假的？你看这组香堤大道广场的清晰度，你们猜猜看，就是几倍变焦？还没有想法吗？我放上15 Pro Max 和 Pixel 8 Pro 再感受一下。我们看那个现在位置 ，You are here， 真的只有 S23 Ultra 才看得到啊。接着看 S24 Ultra 呢，勉勉强强，但我还是要帮24 Ultra 说点话。以5倍长焦来说，这颗长焦是真的一点都不差，而且是有点强的。我们对比15 Pro Max 和 Pixel 8 Pro 就很清楚了。其他两支也都是光学5倍，而这次会一直讲长焦的，还是因为老大哥 S23 Ultra 真的太强了，让三星过不去那个坎的，其实就是三星自己。而低光下的长焦，先来对比其他2个品牌，接着来对比自己的老大哥，拍人也来一组。放大看这组，我自己应该会把票投给24 Ultra， 白平衡比较对之外，23 Ultra 的10倍压缩感还是会把脸稍微拉伸，而24 Ultra 因为是5倍裁切，拍人会比较自然一点。我们放大到20倍，人脸拉伸这张就很明显了，可以看到五官的比例明显不太一样，24会比较自然。最后也提供100倍，趣味的提供 S21 Ultra 让大家参考。而在长焦录影上，谁又更有优势呢？先上10倍的样片，我觉得好像真的差不多。放大来看 ，S24 Ultra 是略好，而20倍之下，细节 S24 Ultra 的确略好一点，但差不了多少。有差的反而是稳定性，24 Ultra 的确是好一些。当时我们是从2楼的桥上拍的，所以桥其实一直在晃，而艺人站的地方其实超暗，所以这个场景是真的很难。好，基本上测试就先到这边。总结来说，这代大概有3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第一，这一代的录影可以说是再强1年，果然录影要做好，硬体要先好，并且这次是连细节都有顾到的强。尤其这组高对比的样片 ，S24 Ultra 真的稳，而且也解决了人脸发白的问题。第二个是这颗5倍长焦录影也是真的不错，相较起2家竞品优势蛮明显的。最后来聊聊长焦，我自己的主观看法是 ，S24 Ultra 的极限望远，至少在目前的韧体版本中是不及 S23 Ultra 的。最好的状况就是打平或略好，但要说反超吗？在目前的版本中，我认为不可能有这种结果，最多就是差不多啦。那这样要怎么选呢？其实很明确，如果你很明确就是要拍演唱会，那 S23 Ultra 目前还是占优。但是除此之外，我认为以整体来看，其实没有理由回头买 S23 Ultra。一来是录影 S24 Ultra 几乎是全面占优，二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大家日常比较常用的焦段，应该还是主镜头和超广角啦。今年24 Ultra 其实改了一个东西，我自己非常喜欢，就是三星终于不再把锐化开到超高了，肤色也还算讨喜。我们看一组人像，这个红润的肤色搭配上后面的红灯笼，亲近感是很好的。大家喜欢哪一家的调教呢？对了，我们这期节目直接拿出了 Pixel 8 Pro、iPhone 15 Pro， 甚至把 S20 Ultra 到 S23 Ultra 都拿出来了，肯定不是业配啊！虽然有合作，我们还是一样会比啦，但是节目终究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对了，这次还有2个小细节可以聊一聊。一个是蛮推荐喜欢玩相机的朋友，可以到三星应用商店里面下载 Camera Assistant 这个 App， 在这里你可以细微调整相机的档位设定。举个例子，从 S23 Ultra 开始，三星为了解决快门延迟的问题，对放宽了对焦准度，而透过 Camera Assistant 就可以把设定改回有对焦再拍照。此外，你也可以调整加上更多变焦捷径。例如原本只有 0.6、1、3、50，现在可以再加上2倍、100倍在底部。另外，系统里面也有画质最佳化的强度可以调整，例如可以调成最低，系统就会直接略过最佳化的步骤，大家可以试试看。最后，在测效能、续航、充电速度之前，我也有更多的样张让大家参考。
而在大家关心的性能测试上，我们手上的 S24 Ultra 搭载的是高通专为三星定制的新一代 Snapdragon 8 Gen 3 for Galaxy， 唐台积电4奈米制程，搭配 LPDDR5X 12GB 的 RAM 以及 UFS 4.0 256GB 的 ROM。所有跑分测试表格以下提供，项目很多，测很久，我们也都会更新到 xbonny.com，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啦。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三星今年在 S24 Ultra 的散热上可以说是下了大功夫 ，VC 直接大了 1.9 倍，这块 VC 以三星来说是真的超大，这在三星历史上真的是前所未见。接着我们就进入到效能测试，跑分我快速讲过去，因为真正的重点还是实战。CPU 单核相当起 S23 Ultra 和 S24 Ultra 分别提升了 7.7% 以及 36.8%， 多核则提升了 26.7% 以及 81.6%。对，如果是22 Ultra 换过来的朋友，绝对有感 ，CPU 效能提升了 1.8 倍，并且不止效能提升，重点是还更省电了。而在 GPU 上，也比 S23 Ultra 提升了 1.3 倍，比22 Ultra 更是快要翻倍，达到 1.94 倍，并且这个表现也比苹果 A17 Pro 更强，全面超车啊！理论效能是真的强，我们直接进入到实战表现吧。邦尼团队今年一样为了降低环境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我们的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室内温度控在26度左右。首先是 PUBGM， 在 HDR 极限帧率30分钟左右的游玩下 ，S24 Ultra 的平均帧数维持一贯的跑满水准，达到 59.8帧。重点还是功耗和温度，正面只有 34.7 度，背面更只有 33.8 度，低于体温的发热啊。重点还有功耗。同样在200尼特的设定下 ，S22 Ultra 的平均功耗是 3.8 瓦 ，S23 Ultra 已经很强了，只有3瓦 ，S24 Ultra 又更低，只有 2.9 瓦。接着我们测负载更重的原神须弥 ，S24 Ultra 在最高画质连续玩30分钟后，平均帧数落在了 51.9帧，正反两面也都只有40度上下，这温度真的是还有很大空间呐，感觉与去年的 S23 Ultra 差不多。不过重点还是功耗。22 Ultra 平均只有 41.9 帧的情况下，功耗已经来到了 6.6 瓦，而 S23 Ultra 平均 51.7 帧，功耗 5.6 瓦，而 S24 Ultra 则是在 51.9 帧，也就是表现类似的同时，功耗再次下降 6.5%， 只有 5.3 瓦。我感觉如果三星狂野一点，放开来跑，绝对是可以跑满的，并且这个散热堆料其实也不会太热，就看三星了。目前来看还是保守了点。最后测崩铁。S24 Ultra 在最高画质连续玩30分钟后，平均帧数落在了 42.6 帧，正反两面也都只有40度上下，所以是真的还有空间。三星真的可以再放开来，尤其最大的散热也堆上去了。最后我们来看 3D Mark 20人的压力测试，稳定度达到 48.3%， 正反两面温度都在39度以内，还是那2个字，保守。不过今年的 8 Gen 3 GPU 是真的很强，就算是游戏手机也无法在不挂风扇的情况下跑满100%的稳定性，对一般手机就别为难了。另外，三星的手机其实是有旁路充电的，所以可以绕过电池边充边玩，这点不错。整体来说 ，8 Gen 3依旧很稳，无需担心。我们也顺手测了一下，这一代可以通过 4K 60连续1个半小时的录影测试，1个半小时后正面 32.8 度，背面 34.3 度，完全不热啊。而在续航力部分，首先是 2K 120Hz 下 ，S24 Ultra 拿下13小时6分，1天1充非常稳，续航力也比 S23 Ultra 提升了大约 7%， 最低全程开启 Full HD 120Hz 即可，没必要继续往下选。而在充电部分 ，S24 Ultra 同样支援气无线充电、无线反向充电以及最高45瓦的有线快充，半小时充满 71%， 完整充满则需要大约1小时6分钟，与过往差不多。生物安全辨识上，同样采用 3D Sonic Gen 2第2代超声波指纹辨识模组，推荐大家轻点就能快速解锁。此外，这一代同样支援脸部辨识。通讯部分，台版同样支援 5G， 并且支援 Samsung Pay 以及最好用没有之一的 Samsung Pay 悠游卡，但是 eSIM 还是没有。这个我真的还是敲碗台湾三星评估一下啦。但是这代提供了7年的安全性更新以及7年的大版本更新，以客制化系统来说，这点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的实测，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有测到的，也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最后，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